好，有冇交錯？今日一定要同大家講下，因為今日做另外一個節目嗰時啊，採訪啲軍隊啲人啊，講咗啲北京而家中國大陸軍隊啲情況，所以我哋今日當然就一定要同大家講下，大家都知而家就係9月3號咧，喺北京有一個大閱兵，嗰個就係抗日戰爭80週年嘅大閱兵，70週年就搞過一次啦。70週年係2015年，之前咧中共從嚟都冇就抗日戰爭勝利係整個咩閱兵啊，就最多咪就開一個紀念會啊，即係座談會啊，有啲啊，而家開始搞呢個閱兵啊，今年9月3號咧將會係第2次，當然閱兵啊，中共就搞得多啦，今年有啲閱兵有啲奇怪。所以我就今日就揾咗一啲同軍隊有關啲人啦去問啦。我話今年嘅閱兵奇怪嘅嘢咧係幾個地方。第一，今年嘅北京周邊嘅呢個軍隊布防係有少少奇怪。而家咧就係82嘅集團軍，82集團軍係佢一共有6個旅啊，有5個旅咧係已經進駐，其實6個全部進駐喺北京周邊嘅一啲地方，即係差唔多係西邊、北邊、東邊、南邊，即係東南西北啦，全部都部署咗。嗰個地方咧，就喺雖然唔係北京嘅城裏邊。但係喺北京嘅周邊嗰度咧，係差唔多都係半個鐘之內就可以去到中南海嘅，即係可以去到北京市最中心嘅地方。82集團軍可能大家即係唔係好明白呢支軍隊啊，因為係軍改之後新設立嘅一個番號啦。佢就係38軍，即係以前嘅所謂嘅萬歲軍啊，中共呢個精銳，其實北京咁樣嘅共產黨喺北京周邊咧，以前我哋講以前有五國軍嘅，五國軍咧就比較有意思咧，就係每一個部隊都有軍隊喺嗰度27軍係三野嘅，即係以前咧係即係華東野戰軍嘅。38軍咧係四野嘅，即係林彪嘅部隊啦。60軍咧係住喺河北豫陽嘅，就其實係以前嘅華北嘅呢個一個野戰軍。華北野戰軍好少人聽過嘅，喺外邊好少人知嘅。嗰個徐向前、聶容真佢哋以前嘅部隊嚟嘅，即係嗰支部隊嚟嘅。喺東北咧就係好似係60軍喺東北喺嗰邊有個60軍應該係就喺葫蘆島，即係喺嗰邊，但係嗰個都係即係四野嘅部隊。佢點解即係周邊你話即係唔同嘅軍隊，佢需要唔同嘅派系，唔同嘅派系所以即係萬一邊一個方面咧就俾人哋即係控制咗，其他方面咧仲可以去控制一下、自行一下。而家咧當然就係即係有變化啦。而家最主要嘅，我哋講嘅御林軍即係保衛啲北京嘅安全嘅，主要兩個，一個81軍集團軍，一個82集團軍。81集團軍就係以前講嘅27軍，就係講27軍。82咧就係38軍。其實呢兩支部隊，所以今年而家就係81軍咧嘅部隊冇調入去布防嘅，而82軍集團軍咧布防咗北京。呢個係其中一件事啦。當然仲有另外嘅，我哋問佢我哋問咧就係而家呢個軍隊裏邊
究竟點樣睇而家呢個中南海嘅問題？佢話而家有個好大一個問題，好大一件事就係劉源。劉源咧就係劉少奇嘅仔，劉少奇嘅仔。佢話以前咧，習近平上咗台之後咧，入咗軍委，即刻將以前中共解放軍裏邊嘅3個上將喺太子黨紅二代裏邊最把炮嘅3個人咧，全部趕走咗。3個人全部都姓劉所以佢話就係叫做3劉不用3劉不用，3個姓劉嘅絕對唔可以用嘅。第一個就係劉源第一個就係劉源。睇下可能呢位就係劉源啦。劉源。第二個咧就係劉曉光劉曉光都係上將都係上將，以前嘅中共嘅海軍嘅政委劉源咧係呢個武警嘅政委劉曉光係呢個海軍嘅政委，仲有另外一位可能即係好多人都知道嘅冇錯，劉亞洲。劉亞洲就係中國國防大學嘅政委佢係空軍出身嘅，曾經做過空軍嘅政委。好啦，而家呢3個人就根據佢哋講就有可能咧會出翻嚟。咁當然劉源就冇問題劉源咧即係佢哋都係年紀比較大，但係而家已經變，而家最活躍嘅就係劉源。根據佢哋嘅講法劉源咧，因為大家知道中共咧軍隊裏邊嘅人事變動，具體管呢個人事嘅，以前叫做總政治部後尾就改咗叫做政治工作部。我哋唔理佢叫佢總政啦，政治部啦。總政治部嘅主任，佢係負責嗰啲官員即係嗰啲軍人升降或者開除或者點樣即係用人嘅一個部門。呢個人咧即係之前4個全部出問題由徐才厚、張楊係咪？跟住就係呢個最深呢個苗華，全部出晒問題，全部都係捉起嘅。尤其係苗華咧，根本就係習近平嘅親信嚟嘅，自己人嚟嘅。咁苗華衰咗之後，而家總政治部冇一個主任，完全冇主任，而家係代替佢做主任工作嘅。根據而家嘅講法，就係呢個劉源啦，就係佢。話而家佢未公布，但係入邊佢係代主任，即係佢已經變成一個總政治部代主任。所以而家你解放軍裏邊嘅組織人事好多嘢就係佢嘅，係佢。另外佢都講海軍，佢話佢就唔知劉曉光會唔會出嚟？劉曉光1949年出世嘅，今年已經即係70幾歲啦，一定唔會出翻嚟做嘢嘅。但係好奇怪嘅嘢好奇怪嘅嘢咧，就係海軍方面，因為而家人事調動好犀利因為變嚟變去變得好犀利。而家大家都知而家係一個機會嚟嘅。呢個時間呢段時間咧，你升唔升？你升幾多？有冇人照住你？而家呢個時間段係一個機會嚟嘅。富貴險中求嘛。呢個而家呢個危險嘅時期，反而係一個機會嘅時期。所以而家劉曉光嘅相關嘅關係人同佢有關係嘅人嘅屋企，哇，逼滿晒好多人，即係大家去即係同佢講要幫推薦，要講，即係意思係咩咧？劉曉光咧
係反而係而家好大嘅話事權。劉曉江啊，以前係呢個曾經做過6年7年嘅呢個海軍嘅呢個政委嚇。佢係邊個咧？佢係胡耀邦嘅女婿。胡耀邦大家都知啊，佢有幾個仔啊，胡德平啊、胡德華今年初嗰時過咗身。但係佢仲有女噶嘛？佢個女就係嫁俾佢呢個劉曉江啊，所以即係軍隊裏邊嘅人咧，佢哋敏感到即係感覺得到咧，劉曉江會喺未來啊，佢有一定嘅話事權，佢可以推薦，唔一定佢自己出嚟啊推薦。點解佢推薦咧？因為劉曉江同劉源關係係好好嘅。兩個人關係好好，所以而家就變成咁樣。所以去軍隊裏邊即係應該係發生一啲大件事嘅。咁而家講得最多嘅就係劉亞洲。大家都知道劉亞洲係呢個空軍嘅政委，以前啊，後尾又去咗國防大學嘅政委，好多嘅軍人。佢喺國防大學做咗8年嘅，咁啊好多嘅軍人，你要升將軍，你要再升，你一定去國防大學咧去進修嘅，你要讀書，你哋培訓，你先至可以做到將軍，你可以升高嘅。咁啊，所以理論上嚟講，而家中共大部分嘅呢個將軍都係劉亞洲嘅學生嚟嘅，因為佢係雖然佢唔係校長，但係佢係政委，都係好犀利嘅。咁啊，會唔會出嚟咧？咁啊，當然即係入邊嗰啲人講啊，因為劉亞洲嘅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好睇唔起習近平，佢覺得習近平做嘢啊，即係亂七八糟啊！佢唔單止係咁樣睇，而且佢仲喺內部啊同人哋講。佢話即係唔得啊！呢種做法係唔得嘅啊！乜，所以咧佢就俾捉據說又判咗唔知咩18年啦，定係無期嘅，即係判刑。但係呢一種判刑咧，入邊講好有可能明年解除，可能甚至係平反嘅，甚至有啲人啊講到薄熙來都可能平反。所以我哋可以睇到軍隊裏邊呢一種變動啊，好即係似咩紅二代嘅一個作反啊！好簡，我哋以前都講過好多次，真正可以撬動習近平嘅位置嘅，一定係呢一班紅二代。咁啊，當然而家呢一班紅二代都係叫做70歲啦，已經過咗70歲，佢哋嘅後邊一代咧係冇乜嘢影響力，但係佢哋本身會有一啲影響力嘅，即係呢個當然即係會啊。最近啊，大家都知喺菲律賓嗰度，即係喺南中國海有個撞船一個事件啊，我哋尋日好似講過嘅，咁啊就係中共嘅海警船追菲律賓嘅呢個巡邏艇追佢啊，用啲水炮嚟打佢啊，支佢嗰時咧，撞咗自己嘅軍艦3401號，其實係呢個直屬呢個海警總局啊，佢係五局即係海南嘅，擺喺海南嘅。嗰個165啊，係呢個052D 嘅導彈驅逐艦，7000噸。嗰個3401嗰個海警船啊，以前都係導彈驅逐艦，但係比較細，1400噸，係已經解放軍已經唔用啦，太落後啦，係咪？即係轉咗俾呢個海警去用。咁啊，兩條船咧追一個300噸嘅一個菲律賓嘅一個巡邏艇啊，點知咧就自己撞埋一齊。咁啊，而家知道咧就起碼死咗2個人，另外有一個人失蹤嘅，即係3個人可能係
已經我相信大家喺呢個視頻上面已經見到啊。但係呢一件事咧，而家就係變成軍隊裏邊而家會嘈會發酵，呢一件事會發酵。點解會發酵啊？因為海軍係苗華做政委做咗幾年嘅，苗華做咗海軍嘅政委，先至去做總政治部嘅主任嘅。佢而家解放軍裏邊啊，喺度清除流毒啊，佢就冇講清除邊個嘅流毒啊。當然我哋講啊喺苗華嘅流毒啦，因為點解啊？因為中共軍隊裏邊而家即係好多問題。我哋首先講海軍呢一 part， 就係菲律賓呢一 part， 即係南中國海，佢海警船同埋呢個海軍嘅艦艇啊，軍艦。兩個加埋8000幾噸，自己撞埋一齊，俾人哋走咗佬嚇，即係一啲即係好瘀啊嘛呢一件事。但係佢反映出嚟嘅問題就係中共軍隊裏邊軍種之間係冇協調嘅。我特別問佢哋嘅軍艦同埋海警兩種唔同嘅單位嘅船一齊喺海上邊，佢哋嘅行動係咪有一個總指揮？答案係冇，完全冇。但係佢哋會自己去協調啊，即係自己去通話。你行呢邊，我行嗰邊，即係自己咁樣。但係佢哋冇一個總嘅一個指揮，即係冇一個指揮官啦。另外，海軍同埋海警中間嘅冇聯合嘅呢個演訓，即係佢哋之間嘅訓練點樣配合係冇嘅。所以雙方咧，當然即係發生事件嗰時，一定有好多問題，你中間係配合唔到啊，就會發生一啲問題。咁呢個咧係中共軍隊裏邊一個大嘅問題，就係佢唔同嘅兵種、唔同嘅軍種之間咧係好缺少呢個協調嘅訓練嘅，而且佢哋協調啊係唔得嘅。空軍同埋陸軍同埋海軍。最主要當然加埋呢個火箭軍啦，係咪？即係加埋而家火箭軍，甚至又加埋咩戰略支援部隊即係電子干擾啊呢啲，單獨攞出嚟唔差噶，係咪？但係大家擺埋一齊參加同一個行動嗰時，哇，亂七八糟。呢個係中共軍隊啊，好耐以嚟啊，就係都係咁樣嘅問題。所以而家問題就係呢一件事喺南海呢一件事對軍方刺激好大，對中共海軍刺激好大，所以好有可能就借住呢一件事咧，喺軍隊裏邊做一個大清洗，深嘅方法做一個大清洗。清洗乜嘢？清洗苗華嘅流毒，咁啊其實就係清洗習近平嘅流毒。習近平上任之後最重要，當然佢有軍改啦，改到亂七八糟啊！因為好多問題，指揮鏈條啊，係完全係亂晒嘅。而家中共因為習近平喺做軍委主席之前咧，唔係成日都講軍委主席負責制啊嘛，係定於一尊啊嘛，全部嘢都係佢話事，咁就調呢個調嗰個，調呢個調呢個嚇，就係呢個。譬如話我哋唔好講其他，譬如話海軍好多嘅將領係冇指揮過一隻船嘅，即係 captain。喺其他國家呢個 captain 係好重要嘅，你一定要做一個驅逐艦你要做個潛艇，你要做個航母嘅 captain， 即係呢個艦長啊，你先至可以再升上去，你做呢個將軍，指揮成個海軍嘅部隊。但係中國海軍啊，好多人冇做過，譬如話董軍董軍而家國防部長，佢係海軍出身嘅冇錯，但係佢從嚟未做過呢個戰長，未做過呢個 captain， 包括苗華佢升嘅人都係全部都係咩咧？坐喺機關裏邊嗰啲人，點解啊？坐喺機關裏邊嘅人同呢個頭
就比較冚啊，係嘛？成日都見到講幾句好聽嘅說話，一高興好勝利冠。中共軍隊裏面而家全部都係咁樣，真係做得嘢嘅，真係對呢個軍事嘅方面有一啲自己嘅睇法嘅，有啲做法嘅，反而升唔到嚇，即係反而係呢啲坐喺機關裏邊嗰啲人，點解坐機關？因為好簡單，解放軍而家唔單止係一支黨軍，之前啊，佢要造成一個家軍。習家軍之前咧，唔係寫出嚟嘅，要習主席放心啊！軍隊一個標語啊，習主席放心，你係一支咩軍隊嚟㗎？雖然佢唔係一個國家軍隊啊，起碼你係共產黨軍隊啊嘛，係咪？即係黨指揮槍啊嘛。而家係一個聽一個人，其他唔理咁啊。所以所有嘅中共軍隊裏邊嘅人啊，嗰個成個系統啊，亂晒大龍，好多嘢好亂。咁啊，當然軍隊裏邊就好不滿啊。所以而家嘅問題就好簡單啦。而家其實已經大家已經知道，習近平咧4中全會之後，你要定咗你2027年要唔要退落去。而家大家台階已經擺好咗啦。9月3號大閱兵，閱兵之後10月份開4中全會，你就安排後邊嘅人交班嘅人點樣安排，你要退落去，咁啊大家全部好話好說。如果4中全會你都唔退嘅話咧，咁啊可能我相信中共裏邊就入邊啊政局會發生一啲好奇怪嘅嘢啦。而家嘅情形咧，軍權喺人哋手上邊啊，好多呢啲啊警權啊，甚至都喺人哋手上邊。喺呢啲咁樣國家，最重要就係軍權。而家軍隊裏邊嘅軍官普遍係認為習近平係唔得啊！你改嚟改去，改到軍隊亂晒大龍嘅啊！咁多嘅將軍提拔一個落馬一個，提拔一個落馬一個，即係說明咩？說明你冇眼光，或者說明你新整嘅系統係搞唔掂嘅，唔得嘅。所以而家即係軍隊裏邊係好多人，好多呢啲將軍啊，就要話即係已經齊晒心啦，要做另外嘢啦。所以最頭嗰個叫做邊個？張又俠啊，心大公啊，係咪？心即係名字裏邊咧有一張公啊，心大公。我哋睇下嗰個推背圖嗰個講法係咪？東邊門裏藏金箭，勇士後門入地宮，就係咁講啦。一個心大公嘅人咧，自然我係白頭翁啊，嚇！就所以而家啲睇起嚟越嚟越似嘅。咁當然張又俠佢唔想去，據說啊，佢係唔想局勢有一個突發嘅變化，對共產黨嘅統治可能有衝擊太大，但係佢已經好明確表咗態喺入邊，習近平要退落去，換另外人上嚟。如果佢唔退咧，而家嘅軍隊已經擺咗入去啦，御林軍已經擺咗入去啦，所以而家係好敏感嘅時期啦。當然啦，而家呢個政局方面傳出嚟嘅，即係傳出嚟嘅說話好多。主要嘅講法咧，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講，主要係習近平身體唔好，而且越嚟越唔好。身體健康好大問題。當然佢身體如果好大問題嗰時咧，佢一定要諗點樣交接呢個權力。咁啊，而家據說啊，咁我都係聽佢哋講嘅吓。咁啊，據說咧係交俾邊個嗱？呢個好重要啦。啊，當然習近平想交俾自己人啦，要未來10年、20年咧都要維持自己嘅
嗰個路線，維持呢個習思想啦，係一個主導嘅思想，係咪？寫入史書裏邊咧係好犀利啊，點點點啊！但係你知道一個專權嘅一個領導，佢嘅信任嘅下屬最大嘅一個特徵就係聽話。聽話嘅意思係咩咧？即係可能佢自己冇自己嘅諗法，即係所謂蕭規曹隨啊！即係你之前你叫我做乜嘢我就做乜嘢，我完全冇自己嘅諗法，完全冇自己嘅勢力，咁啊我嘅領導先至信任我，先至會用我，係咪？所以而家習近平下邊嗰啲人會有問題。第一，佢哋係聽話嘅呢一班人，你叫我做乜嘢我就做到足，做到好極端，我做晒啲嘢俾你，咁自己又唔可以形成一個好龐大嘅勢力。如果太大嘅龐大嘅勢力，大佬會懷疑你噶嘛。所以呢個就變成權力鬥爭裏邊，佢哋變成一個弱勢咯。好簡單啊！你話因為人哋要覺得話你呢班人之前我對嗰個不滿意，另外我都對你呢班人做嘅嘢可能過分，譬如話北京嘅清理低端人口，你喺上海封城封到咁死，經濟完全冧晒。上海經濟完全冧晒，你呢幾年做嘅一啲措施，你嘅經濟措施又好，你嘅宣傳措施又好，整到全部都冧晒。你嘅外交，你搞到而家咁樣，你呢班人點樣可以說服其他嘅嗰啲官員或者其他嗰啲權貴嗰啲人呢？話你走咗之後換你自己嘅徒弟上嚟，又做同樣嘅嘢。對佢哋嚟講呢個係當然係唔安全噶啦，所以呢一班人啊，雖然好有可能如果習近平退咗，可能係佢嘅人上嚟，但係呢個上嚟之後，不代表後邊就可以政治上面就可以安靜落嚟嘅。大家諗下毛澤東嗰個時期，毛澤東喺林彪出咗事之後，佢嘅身體急速嘅就惡化，因為嗰件事刺激佢太犀利嘅，所以佢就揀咗王洪文嚟接班，唔得呢個又揀呢個華國鋒。華國鋒其實係一個過渡人物嚟嘅，佢真正想交班嘅係佢嘅侄，即係佢毛遠心。當時喺遼寧做呢個省委書記嘅，想交俾佢，已經調咗佢去北京做呢個中辦主任啦。但係佢一死，個個人都話好冇問題，你講乜嘢我哋就點樣做。但係當佢死咗之後，即刻局勢發生變化，就算華國鋒都係幾年之後又俾人哋又換咗，換佢嗰啲人當然係鄧小平呢一批好犀利嘅人，但係真正操盤嘅人係邊個呢？就係葉劍英。葉劍英就係當時主管軍委嘅嗰位軍委嘅秘書長，因為佢係最後一個元帥，仲喺嗰個位上邊一個元帥。我講呢一段咧，即係回顧呢個文革嗰時嗰一段，你一睇而家呢個時間，好接近，好似到即係而家軍委副主席係邊個？係呢個張又俠，係咪？而且你中間佢又把持咗軍隊，你邊個插都插唔到入去，佢開始用自己人，包括劉源啦，甚至一啲其他嘅。將軍而家好多入邊嗰啲人講，而家好多軍隊好多兵種軍種即係呢個甚至係戰區嘅司令政委全部冇人做。譬如話海軍司令冇，海軍政委又冇，但係你軍隊冇司令冇政委，你點樣運作啊？而家全部都係代
點解係代咧？要等四中全會嚟確認。以前唔係咁樣，以前係習近平一個人拍板就邊個做邊個做㗎啦，係咪？而家佢已經冇得拍板啦，大家要等四中全會啦。咁啊，而家全部都係有個代政委，有個代司令。呢個問題唔單止係海軍係咁樣，其他嘅地方，譬如話戰區、其他嘅兵種嘅入邊，好多地方都係咁樣。咁啊，邊個提呢個代咧？張又俠。咁啊，邊個嚟幫佢揾人咧？就係劉源嚇。呢最近啊，因為啲朋友話，即係嗰啲人話咧，劉源咧就周圍去。咁啊，最近係去咗四川嘅。四川係咩？西部戰區。去西部戰區做咩？見人，見完人做乜嘢？就係佢覺得呢個人得唔得？嗰個人得唔得？即係未來啊，可能上邊嘅人事方面嘅安排。就軍隊裏邊嘅人事嘅安排，而家係咁落墨股啊，喺度討價還價咁嚇。當然，習派真正嘅習近平，即係嗰班人已經插唔到手落去，已經插唔到手，係咁講嘅，係咁講。究竟係咪咁樣啊？咁啊，當然我哋睇呢個而家中共嘅呢個局勢，其實係好敏感，而且係好危險，亦係好嗰個平衡啊，好脆弱。所以而家係8月10幾號咯，到9月3號大閱兵，而家嘅軍隊已經入咗北京，隨時戒嚴，因為北京已經戒嚴幾次嘅，最近呢段時間，呢個都係一個好奇怪嘅信號，因為以前咧北京成日都大閱兵嘅，所有嘅大閱兵佢嘅訓練嘅地方喺南苑機場啊！北京嘅有個南苑機場啊，不嬲都喺嗰度訓練嘅。佢最多係24小時之前係軍管嗰個閱兵嘅嗰一大地方，長安街附近啊、地鐵啊、三環以內啊，係咁樣24小時。今年唔係，今年北京短暫戒嚴已經2次啦。話咧就係我哋要閱兵啊，我哋要車行一次，我哋軍隊行一次，使唔使啊？所以入邊嗰啲北京嗰啲軍隊裏邊嗰啲人都講。話都好奇怪，使唔使咁樣啊？唔使咁樣噶嘛，又唔係冇做過，以前都唔係咁做啦。所以而家係喺度做緊乜嘢，冇人知。呢啲係全部呢一次軍隊閱兵嘅總指揮，而家就係張又俠啊，張又俠，即係佢要調嚟調去，咁後邊會發生乜嘢，冇人知啊，冇人知。當然係為咗後邊一啲事件啊。去做準備啦，所以而家北京嘅局勢其實係好敏感、好緊張，好似1976年嘅北京都好似1989年初嘅北京。好啦，呢一段說話就講到呢度，咁啊，究竟會發生咩事咧？咁我哋大家一齊睇啦，係咪？我都遠喺千萬里之外啊，會發生乜嘢鬼知啊？係咪？即係同大家一齊，我聽到嘅消息，我會同大家快啲講嘅。好，今日就講咁多，多謝大家。訂閱俾 like 如果大家有咩留言咧，就可以喺嗰邊嘅留言，因為我一撳 stop 呢個我哋 live 嘅留言咧就睇唔到噶啦，喺嗰邊留言啦吓。好多謝大家，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